拜登上任即将满18个月，白宫正在经历一段不同寻常的工作人员大调整。根据美媒报道，数周之内，白宫新闻处的2/3人员、新冠疫情应对小组的大部分人员，以及总统的2名副顾问，甚至还包括管理白宫推特账号的工作人员，纷纷离职。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特殊节点之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急于离开白宫？为何白宫强调离职潮与拜登支持率无关？白宫的大辞职会否冲击到拜登的中期选举呢？一起来洞察关键。On a sad note, our dear friend and colleague, Michael Gwynn, will be leaving us for Treasury. I know we keep announcing people leaving, but we actually have people coming and backfilling some great... 这已经是白宫新闻秘书卡里娜·让皮埃尔一天内第3次告别白宫同事了。据美联社报道称，这是白宫大楼本月不断上演的情景，而且员工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跳槽。实际上，首次离职潮在去年12月已经爆发。时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首席发言人桑德斯宣布离职，转战媒体领域。紧接着是当时哈里斯的资深幕僚弗洛诺伊、艾蒂恩等人相继离职。此外，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前资深主任艾提姆、网络互动办公室前主任崔波等10余人也已离职。而白宫副法律顾问康利、经济顾问委员会助理格里芬等人也计划在未来几周内离职。拜登在上台之初便致力于打造一个多元化、反歧视的白宫团队，因此白宫内部有着来自亚裔、非裔等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员工，也有不少女性职员。但是，美国《纽约邮报》网站报道，根据一份报告，自去年底以来，白宫已有20多名非洲裔员工离职。美媒将这种现象称为“非洲裔退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援引了9名白宫在职非洲裔官员和前官员的话报道称，虽然有些人离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职业或教育机会，但其他人则将人员流动归咎于缺乏指导和晋升机会。这些在职工作人员普遍抱怨，工作很多，但没有上升通道，因此在工作中经常感到被边缘化。另一方面，部分人员则对非洲裔美国人群体面临的问题缺乏关注而感到沮丧。一位在职白宫助手称，当10名非洲裔在布法罗枪击案中死亡时，生活一切照旧，没有人停下来问你还好吗？白宫非裔官员应当分成高阶和低阶这样2类。在高阶官员中，非裔的这种官员最初大概是占14%左右，那现在离职了5位。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3位其实是副总统哈里斯的下属。这可能反映出哈里斯在处理非裔下属的问题上可能出现了问题，不完全是他们对拜登的态度。那引发非裔离职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白宫公共参与办公室主任塞德里克·瑞奇蒙德他的离职。那瑞奇蒙德本来与拜登有很好的私交，同时他与国会的非裔党团有很深厚的联系，所以在白宫非裔官员中，瑞奇蒙德有很高的威望。他的离职一定程度上也打击了白宫非裔官员的一些士气。除此以外，工作时间长、士气低落、收入相对较低等因素，也是白宫工作人员离职的原因。去年7月，白宫曾公布一份2021年度员工薪酬报告。报告显示，白宫雇员共有560人，平均年薪9.5万美元。其中，年薪最高的是移民政策顾问莫莉·格鲁姆，年薪为185656美元；最低年薪则是新冠疫情协调员及总统顾问杰弗里·齐恩茨，年薪为3.6万美元。齐恩茨已于今年4月辞去职务。此外，在560名员工中，还有41人从事咨询工作，不拿工资。美联社称，许多白宫离职人员去了其他联邦机构，这些机构的财力比总统行政办公室要雄厚得多，在那里工作，通常薪水会翻倍。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也削弱了白宫工作的一些福利，工作人员带亲属参观白宫的机会也大大减少。在拜登执政的第1年，大多数工作人员甚至不能站在白宫南草坪的车道上，看着总统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专机抵达或离开。实际上，近期白宫工作人员为了给拜登收拾烂摊子，也颇为焦头烂额。《纽约时报》就给拜登幕僚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善后小组”。每当拜登信口开河时，白宫就会派出例行善后小组，试图把话给圆回来，强调拜登的意思只是个人情绪的表达。最典型的例子是拜登最近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多次声称美国会在军事上协防台湾地区。
此言一出，白宫不久后就会出面灭火，澄清这番言论不代表美国对台政策改变。For God's sake, this man cannot remain in power. 拜登关于普京的言论也惹了大麻烦。这句“普京不能继续执政”被认为是美政府正寻求在俄罗斯搞政权更迭。白宫随后表示，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是拜登在华沙与难民互动时的一种情绪化反应，并不是寻求推翻俄罗斯现有政权。NBC 报道称，拜登日渐对白宫善后小组试图淡化他的言论感到不满。在拜登看来，敢讲是他最有力的资产之一。更糟糕的是，这会让外界感觉到拜登并没有完全控制局面。拜登发表的“普京不能继续掌权”的言论被善后小组澄清后，拜登认为这样的澄清反而会让他失去信誉。白宫官员不断为拜登的失态或者失言出来澄清和解释，那反映出拜登个人与他的幕僚团队在个别问题上的看法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个人支持率不断走跌的情况下，拜登他是希望放出一些重磅的这种言论来提振他的支持率，但这些言论也有可能极大的危害国际关系，甚至特别是这种大国关系。不过在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上，主要还是要靠拜登身边的这些团队，他们能够从务实和非选举的这种角度来看问题，起到缓冲的作用。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等机构6月9号发布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拜登所获支持率跌至38%，创上任以来新低。无论是与前任总统奥巴马还是特朗普相比，拜登都是同期支持率最低的一个。美媒称，这个结果让拜登非常懊恼。拜登的执政危机反映在通胀、油价高企、婴儿奶粉短缺、股市下跌等这些所谓的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当然也有像枪支暴力、边境危机、堕胎这些分裂性的议题的影响。那总体上，拜登政府对这些问题他拿不出很好的办法，所以他的支持率很难再进一步抬升。而各大主流美媒都充斥着对拜登执政的担忧。美国政治新闻网站6月9号发表了“让拜登成为拜登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为题的评论文章，指出拜登误读了自己的执政能力。文章指出了拜登的几项误判，包括在去年初推出的1.9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救助法案、对通货膨胀的掉以轻心，以及从阿富汗撤军等等，正在让美国民众逐渐对拜登失去信心。纽约时报6月11号以拜登是否应该竞选2024美国大选为题进行报道，文中称民主党内对这个问题说不的声音抬头。该报道采访了近50名民主党人士以及2020年曾支持拜登的选民，发现他们都在发泄对拜登的失望，怀疑他是否有能力将民主党从预计的中期选举惨败中拯救出来。而拜登民望的下降，直接影响着民主党在11月8号举行的中期选举的选情。为此，白宫已经开始进行提前布局。前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已于5月初离任，摇身一变成为了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兼评论员。分析认为，在中期选举来临之际，普萨基将会成为在媒体上竭力帮拜登摇旗呐喊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民主党也想借着近期国会听证会的契机炒冷饭，将去年1月6号国会大厦暴乱事件拿出来攻击对手共和党。那民主党在今年中期选举中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不要输得太惨。那目前他们采取的策略，一方面就是争取共和党的温和派，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将特朗普作为靶子。1月6号国会山暴乱这个特别委员会的这个调查的公开听证会，那就是民主党的一种尝试吧。听证会它的表演性质可能更高，比如说它在一些黄金时段去在电视台上去放这些公开的听证会，所以民主党他希望借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压特朗普的影响力，但是想要靠这样的一个听证会或者这样一些行为去扭转民主党的这种劣势，它可能性不是很大。拜登也紧急行动，让媒体挽回民意。6月8号，拜登担任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吉米·坎摩尔的节目嘉宾，这也是拜登自担任总统以来的脱口秀首秀。节目中，拜登吹嘘自己上任以来为提振美国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做出的成就。We have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in the world. We have 8.6 million new jobs just since I got in office. Unemployment rate's down to 3.6%. We've reduced the deficit last year by $320 billion. This year, we're going to reduce it by $1.7 trillion.
拜登还声称，美国没有摆脱通货膨胀的痛苦，食品和汽油价格的飙升影响着每一个美国人，但紧接着就开始推销自己的政策。Inflation is the bane of our existence. If I pass what I want to get done, which we can do, and we can do it relatively easy, it's not. 该视频在 YouTube 上获得近300万点击量，大部分留言都对拜登的乐观态度表示怀疑。一名网友称，这段对话提醒人们，这个国家的掌权者是多么与现实脱节。